第1章，抑郁症让我成为更好的心理咨询师。医生说，主讲人，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嫣然。由于对抑郁症的认知匮乏，很多抑郁症孩子不能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，再加上社会普遍存在的病耻感，家长经常以孩子患病为耻，无法支持孩子积极就医，导致有太多的孩子病情被耽搁，继而衍生出大量的悲剧性事件。就像故事中的主角的同学那样，一旦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，大部分学校都会选择让学生退学。这样一刀切的办法简单直接，既不会影响其他学生，又消除了危险隐患，但是呢，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对当事人的内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学校对于青少年来说，是仅次于家庭的第2重要场所，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，会让他们产生严重的被抛弃感和对自我价值的否定，这其实会对他们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学校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加强学生对抑郁症的认知教育，教会学生面对患有抑郁症的同伴该怎么处理，加强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建设，由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进行评估和跟踪，及时发现，及时干预。对于病情不严重的孩子，学校可以为他做一些个性化的学习计划，在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的基础上，保证学业不中断。同时呢，多跟父母进行沟通，一起为孩子构建一个健康的外部环境。那对于病情严重的同学呢，也应该给予明确的休学期限和安慰沟通，最好能够让孩子在家有一个自学的方案，因为现在的网络也比较的发达，所以在家自学的这种方案是非常可以实现的。那尽可能呢，让孩子配合治疗，尽快的回归到现实的生活里来。其实导致抑郁症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，同时也因人而异，每个人患抑郁症的表现可能都有所不同。那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在这里也帮大家归纳了一下。首先呀，就是这个生物因素，比如遗传性的因素。抑郁症在血缘亲属中更为常见，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患有抑郁症，那么你患抑郁症的概率就会较高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患抑郁症的孩子都会患抑郁症，只是可能性会更大。基因会影响人格，也可能会改变大脑对压力的反应方式。那同时，神经递质是大脑的一种化学物质，它向身体和大脑的其他部分发送信号，当这些化学物质异常的时候，便也可能引发抑郁症。那基因呢，也会影响一个人人格的形成，尤其是儿童青少年，他先天特定的一些气质类型等等，都会影响父母对待他们的方式。比如一个安静的、身体健康的、睡眠和吃饭都很规律的孩子，和一个吵闹的、难以满足的、爱哭的、高敏感性的孩子相比，给父母养育带来的胜任的体验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那易养的孩子呢，父母的胜任力就好，和孩子早期的人际关系模式呢，就会更富有支持性，更温暖，孩子呢也会形成这种内在的安全感，更自信。而高敏感的孩子，父母会经常感觉到疲惫、悲观，觉得这个孩子非常的难带，所以就非常容易烦躁，和孩子之间的早期关系也会更加的不安全，充满矛盾和焦虑。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也更容易感到沮丧，容易哭泣，容易引发抑郁。同时这种人格类型也更容易遭受霸凌，所以你看，这都形成了引发抑郁症的压力因素。故事里的主角呢，也是遭受过学校霸凌的创伤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童年创伤事件。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，比如父母去世，或者是目睹了一些暴力的行为，就会导致大脑发生变化，从而增加抑郁症的概率。故事里的主角在童年就目睹了父亲跳楼、受伤，父母争吵、闹离婚等，都属于特别严重的负性应激事件。包括他成为咨询师后接的第一个来访，
孩子在8岁时目睹母亲的自杀，其实是非常严重恶劣的创伤事件，是需要长程的心理咨询慢慢修复创伤的。作为家长呢，需要平时多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。孩子的发展除了成绩和学习，更重要的是品德和性格。父母要对孩子的情绪反应和微小的反常行为保持敏感，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。那同时呢，作为父母也要及时的反思我们在养育中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一旦发现孩子在心理上有问题，就要放下这种病耻感，和孩子一起在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咨询师的帮助下及时干预，早日帮助孩子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中。